北约再次团结，4国联手援乌。俄罗斯一边谴责西方，一边加紧攻势，双赢还是两败俱伤？俄乌双方换家行动，战果难平。伊朗展开大规模军演。2025年1月9号，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第25次会议上，乌克兰的西方合作伙伴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军事援助包裹，以支持该国应对持续的冲突。本次会议由美国防长奥斯汀主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出席了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依据总统拨款授权，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一项价值约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裹。该包裹包括了 AIM-7、RIM-7 和 AIM-9M 型防空导弹、空对地弹药、F-16战机支持设备以及轻武器弹药等。此外，援助还包括装甲车轴系统、安全的通信设备以及先前提供的武器和辅助设备的备件。这一援助旨在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作战效率。AIM-9M 响尾蛇大家都很熟悉，这是美军现役的主流近距空空导弹，而 AIM-7 和 RIM-7 这2款导弹则在现代战争中较为罕见。AIM-7 麻雀是一种美国中程半主动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从195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麻雀及其衍生物是西方主要的超视距空空导弹。目前美军正在准备将其退役，并用更加先进的 AIM-120 取代。而 RIM-7 海麻雀则是麻雀的海基改进版。之前乌军使用无人艇击落俄军直升机，有消息称使用的正是这款武器。德国防长博里斯也在会上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定数量的 IRIS-T 防空导弹，虽然具体数量并未披露，但这一援助无疑将加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能力。此前，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多轮军事援助，包括豹式坦克、猎豹自行高射炮、IRIS-T 防空导弹系统等等。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弗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米什表示，波兰正在准备新的军事援助包裹，以支持乌克兰。波兰政府持续的支持显示了该国在区域安全方面的承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总价值近3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直升机、防空系统、步兵战车以及反坦克武器系统、火炮以及弹药等。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联合宣布，英国、拉脱维亚、丹麦、荷兰和瑞典组成的无人机联盟将为乌克兰提供3万架无人机。此次援助的合同总值为4500万英镑，约合5540万美元，进一步增强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方面的能力。这些新增援助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的武器系统，特别是在防空、空对地攻击以及无人机技术方面，进一步增强乌克兰抵抗外部威胁的能力。西方国家的持续支持凸显了其对乌克兰的承诺，以及通过增加军事援助来促进乌克兰稳定和安全的决心。会议还批准了8个领域的合作路线图，这些路线图将确定到2027年底军事援助的战略目标和主要需求。这些文件由乌克兰和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和同意，将成为在防空、大炮、装甲车、无人机、空军、海上安全和其他重要领域支持和分配援助的基础。这次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会议，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的又一里程碑。随着国际援助的不断增加，乌克兰在抗击侵略中的军事力量将进一步得到增强。然而，俄罗斯方面此前已指出，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国家卷入冲突，此举是在玩火。虽然俄罗斯如此谴责北约，但众多俄罗斯高层都已经证实，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在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打算。国际战争研究所近日披露，俄罗斯高层安全官员似乎认为，俄罗斯需要加大对乌克兰战争的投入，而非通过谈判寻求退出。俄罗斯军事指挥部一直容忍了巨大的人员损失，换取战术上虽然有一定意义的进展。普京的胜利理论认为，只要俄罗斯军队继续在乌克兰推进，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损失。然而2024年12月，俄罗斯军队的日常进展放缓，平均每天推进面积降至约9平方公里，
这一进展明显低于之前几个月的增速。在24年9月到11月的几个月里，尽管俄军面临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却实现了显著的领土扩张。而12月的进展放缓，可能令俄罗斯军事指挥层对是否要继续承担高昂的伤亡成本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安全和军事官员似乎并不准备因伤亡而放弃战争，相反，他们正推动普京加强战争努力，提议通过动员更多的预备役力量，并做出正式的战争体制转变决策。俄罗斯希望通过增强兵力和物资的投入，在战场上占据更多优势。普京和其他克里姆林宫高层官员多次表示，俄罗斯不愿意参与真诚的谈判，除非乌克兰全面投降，俄罗斯才会考虑谈判。这一立场表明，俄罗斯高层可能会继续支持普京，拒绝进行任何可能妥协的谈判，而是倾向于通过继续加强战争来为俄罗斯社会争取一场完全胜利。当俄罗斯刹车失控，在战争这条单行路上狂奔时，乌克兰也面临着种种困境。1月5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在乌克兰西部的库尔斯克州发动了各自的攻势，两方的进攻以惨重的代价告终，不仅未能取得明显成果，反而在激烈交战中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俄罗斯方面在6波次进攻中投入了约50辆坦克、步兵战车，这些俄罗斯部队在白天横穿雪地时，立刻遭到了来自乌克兰47机械化旅和其临近部队的无人机、导弹和炮火攻击。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在报告中表示，所有的47旅的单位都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给敌人造成了极大麻烦。尽管有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阵地附近的一个关键战壕取得了短暂进展，但这位置仍被列为争议区域，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能够巩固其控制权。与此同时，47机械化旅报告称，俄军有45个货物300，50多个货物200，几乎损失了一整个连的兵力。而在库尔斯克东部，另一支乌克兰部队也未能取得突破。这支部队装备了美国制造的装甲车和斯特赖克轮式战车，可能是第80机械化旅。他们的目标是占领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部边缘的博金村。俄罗斯使用远程光纤控制的神风无人机进行防御，这些无人机由于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干扰，成为了极为棘手的敌人，成功击毁了多辆斯特赖克战车，并持续骚扰进入博金的乌克兰兵力。目前已经确定博金村部分区域仍被俄军占领，目前尚不清楚乌军是否还在该地区。虽然没有详细报告，但很明显，乌军的这次进攻也付出了相当大代价。总体来看，这场交战对两方攻势来说都是一次惨痛的失败。无人机的普及和现代战争的透明战场，使得进攻方面面临极大挑战。尽管俄乌部队在近期交锋中都展现出更加灵活先进的战术，但在进攻这件事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伊朗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旨在提升军事准备状态，并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天空部队已在该国中部伊斯法罕省启动了代号为“力量1403”的演习。这次演习第一阶段已于1月7号正式开始，由哈塔姆安比亚防空基地指挥官拉希姆扎德领导。演习重点是保护纳坦兹铀浓缩厂，确保在电子战条件下应对各种空中威胁。演习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测试伊朗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其对核设施的防护水平。伊朗军方多次强调，增强军事能力以应对潜在威胁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实施空袭和美国即将迎来新总统特朗普的背景下，伊朗显然正在通过演习检验其防御体系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保护核设施方面。与此同时，伊朗部队在1月4号启动了另一场名为“伟大先知19”的军事演习。这场演习将在伊朗东南部、南部和西部广泛展开，持续2个月。这次演习的规模空前，除了正规军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和数万名准军事志愿者也将参与其中。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活跃在伊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边境以及西部与伊拉克边境的极端分子。这些地区多年来一直遭受武装分子的跨境袭击。
伊朗准将沙德马尼表示，这次演习不仅旨在提升伊朗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将检验伊朗军队指挥网络的有效性，确保在复杂的战斗环境中能够快速响应并协调各方力量。此外，演习还将融入现代技术装备，提升战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之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在1月4号在西部地区开始了演习的地面阶段。特战部队从北部城市拉特什调遣至西部城市克尔曼沙尔，执行快速反应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关键点是部队和装备的快速部署，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并完成任务。然而，在美国政府交接、中东局势如此动荡不安的现在，伊朗突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军演，其背后的真正意图难以进行简单的判断。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